宝重创了他，现在趁他病要他命。你怎么可能？5开，狮子大张口啊！足足5亿灵石，外加4件天阶法宝，这还叫不多要？就算他不是悍匪首领，也必然和对方关系极深，不然不可能知情这么详尽，还敢当众要挟我。千算万算，竟半路杀出这么一个人来分好处。这位弟子，这种话可不能乱说，更不能乱猜，要是让人误会了，可就不好了。这里面是500万灵石，你拿去，就当是本长老资助你的修炼资源了。你打发叫花子呢？青云宗的面子就值1000万，让你顶个黑锅就给1000万，你骗傻子呢？小子，我跟你说实话，这次一共就5000万灵石，其中4000万是要上交宗门的，能分你500万，已经是我格外关照你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本弟子套近乎。陆长老，我纯小白好歹也是在外门混过的，不要把本弟子当傻子。纯小白，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儿听过。是了，云火月。之前就听说过有个外门弟子跟云火月那个疯女人有一腿。原来如此，他确实是宗门弟子，可那名悍匪实力强横，连秦若雪、叶琉璃都能压制，这般人物怎会屈身青云宗外门？境界顶多筑基初期，实力对不上悍匪，看来是我想差了。我们青云宗确实不是什么野鸡宗门，但如今却已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你难道没听说过？过街老鼠？什么意思啊？曾经，所以啊，我青云宗的名声早就臭了。俗话说，柿子多了不怕痒，债多了不愁，再没有比我们更适合背这口黑锅的了。能白捡的5000万灵石，老夫为什么不同意？听起来好像确实有几分道理。名声已经烂透，多背锅也无所谓，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方才看他神色喜悦，全然不像是只赚了1000万的样子，这数额恐怕还得再翻10倍不止。行了行了，我好歹也是做过生意的人，大钱小钱都见过，你就别拿我当傻子了。老实交代，到底黑了多少？这小子果然精明，也罢，就学那悍匪的议价手段，慢慢抬价，让他更容易接受。那个纯贤侄啊，本长老就实不相瞒的告诉你吧，灵石确实只有5000万，只不过对面还额外加了一件天阶法宝。天阶法宝，果然被自己猜中了。这老家伙竟然想独吞一件天阶法宝，但这件天阶法宝乃是宗主亲自开出的条件，是指定要上交宗门，所以能分的就只有这些灵石。这样，老夫能做主的1000万全都分给你，你将那些留影石、传信符都交给本长老，可行？不行，本弟子的原则不能改。说好了55开，那天阶法宝归你们，这5000万灵石归我。还好只是求财，之前跟那悍匪打交道，砍价的本事我也算学全了。慢慢跟他周旋便是。这套路怎么他瞄得这么熟悉？这不就是本大王所要赎金的套路吗？按照这套砍价戏码，真实价格至少得翻个10倍。老东西，你他喵的心怎么这么黑？你丫在这黑了我家4、5件天阶法器，你他喵竟然跟我说5000万！你怎么知道？不是你胡说八道什么？胡说不道。本弟子穿开裆裤的时候就开始做生意了，像你这种砍价套路，傻子都能看出来。就是先报个底价，再一点点往上抬，其实真实价格至少是底价的10倍，你说是不是？难不成这小子会什么天机术，还是会什么读心术？真实的价格只有我和凌天辰知道。甭想了，赶紧的，分我2亿5000万灵石，2柄天阶法器。小兔崽子，你要不要这么黑？愿不愿意给你自己看着办。反正再有2个时辰，我那些朋友要是接不到我的回信，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就行。本长老最多只能给你5000万，超过这个数，你跟宗主自己去谈。那个陆长老，这是我结识的100多个其他宗门弟子一同出的馊主意。100多个？是啊，再怎么说，我纯小白也是青云宗的弟子，大家都是一家人，我肯定是向着咱自家人。这样，你老开个价，我好跟那边的兄弟们商量商量。这小子8成是被刚才那番话给吓到了，这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呢。本老能做主的，最多还是5000万，超过这个数，老夫就只能请示宗主，让宗主来跟你谈了。陆长老，我当你是亲人，你把我当沙雕？5个亿的买卖你就分我5000万，你这让我怎么去跟人家交代？贤侄啊，我只是个普通长老，每月俸禄才1万灵石，5000万已是我能拿出的极限了。行了行了，
既然你做不了主，那就让你家宗主过来谈吧。不过2个时辰看不到钱，后果我可不负责。怎么又要请宗主了？难道我猜错了？这小子真有后手。这要是真让宗主过来，我私吞的事肯定瞒不住了。老狐狸，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我最多再给你加1000万，6000万，怎么样？有财大家一起发嘛，大家都是一家人，你也别太黑心。这样吧，一口价1个亿，外加一柄天阶法器。他怎么知道我贪了多少？老夫最多给你7000万灵石，爱要不要？反正青云宗本就名声败坏，再多飞燕也无所谓。这老阿苗竟然缓过劲儿来了。行了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了，一柄天阶法器，外加7000万灵石，这事儿我帮你摆平了，也不用宗门给我记功。等正午到手，我就一巴掌把这臭小子劈死。1亿灵石和一柄天阶法器，你自己选一样。老夫另外再送你一个内门弟子的身份，你同不同意随你。成交。陆长老，您果然是咱们青云宗最好的长老。天阶法器我就不要了，我境界7微，太浪费。你直接给我1亿灵石就行。老夫这是不是草率了？好歹还留下一件天阶法器，不算彻底亏本。先稳住他，拿回证物再说。发财了，发财了！多谢陆长老栽培。行了行了，赶紧把流影石和传信符给老夫拿过来。好嘞，拿你没！等给你流影石的时候，让你一巴掌劈死本大王！拿着，1人2000万，赶紧把境界给老子提到金丹去。什么？使不得，使不得！大王，这万万使不得！干什么？看不起本大王？给你们就拿着。这……行了行了，别跟本大王在这煽情。大王，接下来咱们去哪？另起牢灶，重新建一个黑风寨。大王，我们手里还有不少天煞谷弟子的身份令牌，拿去兑换的话，说不定能换到一件天阶法宝。什么天阶法宝？不需要。大王，天阶法宝价值极高，转手卖掉最少能卖1、2个亿灵石啊！啥玩意儿？天阶法宝这么值钱？大王，您有所不知，听说现在一件下品天阶法宝都能卖到1个亿的天价，如果是中品的，价格甚至能再翻1倍。错失1个亿啊！不行不行，必须找个地方好好进修一下，不能再吃没文化的亏。大王，您怎么了？没事，不光亏了钱财，还被陆青山摆了一刀。他轻轻松松捞走天价法器，我拼死拼活才赚1点，现在自建山寨格局纯属浪费时间。大王，咱还出去建山头吗？咱们现在不建山头了，回青云宗。从头建寨太费功夫，咱们回青云宗卧薪尝胆，等时机成熟，直接拿下宗主之位，把青云宗改名为黑风寨。抢青云宗，直接改名叫黑风寨？对。这青云宗要人有人，要地盘有地盘，只要把它抢过来，少说能为咱们节约10年的发展时间。好，大王说了算，走，我们卧薪尝胆去。大王，你勇炸了陆长老，咱们就这么回去，万一他把这事儿痛除了怎么办？放心，那老杂毛不敢。该不会被那小子耍了吧？以他的行事风格，很可能扣下证据，日后反复敲诈我。陆长老，久等了。弟子把您要的东西都送回来了。难道是老夫多心了？如果他真是悍匪，理应躲起来才对，怎敢主动现身？手握把柄也绝不会轻易交出。来，春贤侄，快进来。那个陆长老，我就不进去了。开什么玩笑？进去让你一巴掌劈死吗？进来吧，我这里有几部内门核心功法，正好传授给你。不用不用，弟子资质愚钝，高阶功法看不懂，等正式入了内门再学也不迟。现在你手中的把柄已经没有了，你以为你还能跑得掉？今日你进也得进，不进也得进。哎，你想干什么？我外面还有上百个兄弟，我要是1个月没传平安消息，他们就直接向宗主举报，揭发您私吞极品天阶法器。你，哎，陆长老，息怒息怒啊！您可千万要保重身子，只要我活着，那些家伙就不会举报你。可不能把他气坏了，往后在青云宗还得靠着他周旋办事。你给老夫滚！纯小白，我呸！你还小白，你还纯，这家伙心太黑了。这么优秀的男人，
怎么就偏偏把我这个大美女当成兄弟呢？她的眼睛到底是怎么长的？我脸上有花吗？白锦儿啊，白锦儿，你怎么变得这么不要脸了？那个大王，这次回宗门您就是内门弟子了，可我们俩才练气8情，恐怕还要在外门待上好一段时间呢，这可怎么办？不就一个内门弟子的身份吗？包在本大王身上。走，回船舱。那天阶上品法宝就是不一样。谁呀？咦，陆长老，您这是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你又找本长老何事？没事儿没事儿，弟子就是过来看看您老人家。哼，看我！他根本没动用灵力，单凭肉身力量就顶住大门。一个炼气弟子，肉身怎会如此强悍？你小子到底想干什么？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想提醒您，您这手破了。陆长老啊，天阶法器它可是锋利的很，您擦的这时候是可得小心点儿，要是万一不小心割到脖子，那可就……你给老夫闭嘴！说，你找老夫到底有什么事儿？真没什么事儿，就是单纯的过来看看您。鬼才信你！别绕圈子了，有话直说。哎呀，本来是真没什么事儿。既然长老这么热情，那我就提个小小的请求，麻烦您再安排2个内门名额，我想带2位朋友一同入内，彼此也好有个照应。那个陆长老，您想啊，到时候我进了内门，就在您眼皮子底下，您能时刻盯着我，这不也放心一些吗？万一我在外门混得不好，被人欺负，一不小心为了保命说漏了嘴，那岂不是……你虽然这小子是在赤裸裸的威胁，但他说的似乎也有些道理。只要这小子进了内门，那还不是任由自己搓圆捏边？行，仅此一次。下次你再敢拿这事威胁老夫，大不了老夫就跟你鱼死网破。倒是你小子……长老您多想了，我在宗门无依无靠，也就把您当长辈看待，不过是求个关照而已。专挑熟人坑，这小子真是半点底线没有。行了，没事赶紧给老夫滚蛋！别呀，我还没见过天阶法器呢。陆长老，把你手里那件宝贝拿出来，让弟子我长长眼呗。滚！之前就看见他想告密，不能留他了。林月，给老子滚过来！师兄救我！他觊觎我的美色，我不从，他就一直找我麻烦。放心，师妹，这种人渣交给我。小子，没想到你一个外门弟子，不仅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敢在这里撒野！老子再给你个机会，老老实实的滚过来，否则别怪我不念旧情。旧情？小子，你算个什么东西？敢无视本师兄！小子，立刻放开本师兄，跪地道歉，否则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哼，是吗？我不管是不是自卫，我的胳膊断了，这事没完。就是，外门弟子也敢动手伤人，拿下他！住手！怎么回事？长老，你要为弟子做主啊！此人无故寻衅，不但调戏于我，还悍然出手，打断了李师兄的胳膊。当众行凶，跟我们走一趟。放屁！你们哪只眼睛看见我无故行凶？人都伤成这样，你还敢狡辩？今天你必须说清楚。是他主动冲上来动手，我只是正常割挡自受。换作是你们，难不成就站着挨打？说的倒是冠冕堂皇，谁不知道你小子一直暗恋林月师妹，而林月师妹却对我情有独钟。你今天就是怀恨在心，故意在这里截住我，逼我出手，还找这么个正当理由报复我，蒙混过关。春师兄，我本以为我们就算做不成道侣，也还是朋友，没想到只因我拒绝你，你便痛下狠手，甚至为了得到我，心机竟然如此深沉，用这种阴狠的毒计来构陷李师兄。我以前真是看错你了。忍不了了，今天实在是忍不了了。住手！干什么干什么？我就是跟这位林师妹打个招呼而已，看把你们俩紧张的。老夫不管你有没有伤人，哼！现在
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老夫劝你不要反抗，少受些皮肉之苦，否则的话，我们不介意当场将你格杀。哈哈哈！当场格杀？你这是欺负老子没人是吧？我可告诉你们，内门长老陆青山，那可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一个外门弟子敢说和陆长老出生入死，那不是吓傻了，胡乱攀关系吧？你怎么不说那是你亲爹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如果得罪了陆青山，以后就别想在青云宗混了。看你小子一会儿怎么收场！此人心机歹毒，背主求饶，留着必是祸患。今日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这小子出生入死的兄弟来了。看你这个家伙怎么死，说什么不好，偏要说自己是陆长老出生入死的兄弟。这别说陆长老生气了，即便是我们被人这样让攀关系，也得生气啊！怎么又是这个温馨？难不成就是这个小王八蛋在闹事？哎呀呀，陆老哥，你可总算是来了呀！你再不来，可就真见不到我这个兄弟了呀！你都不知道啊，我被这儿还有这儿几十号人合起伙来诬陷，诬陷完了，他们还要群殴我，还有这两个老家伙说要将我就地格杀呀！这难不成他真是陆长老出生入死的兄弟？绝对不可能！他所说之话是否属实？他难不成跟陆长老真是什么出生入死的兄弟？回陆长老，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到这边吵闹才过来查看。此事一旦被陆长老捅到师尊那里，我绝对没有好果子吃。都怪这该死的臭女人！陆长老，这不关我的事，我是被这个女人给骗了。这不就是之前那个想用所谓悍匪的下落来自己这里谋取好处的女弟子吗？她跟这个小王八蛋是什么关系？陆长老，其实我是为你好啊。刚才我从你那儿出来，这个女人就守在你修炼室门口，偷偷跟我说你有问题。她说你明明可以抓住那个悍匪，但你却故意阻止，不让别人说出真相。彻底完了，栽赃败露，横竖都是死，拼了！陆长老，我有重要事情要禀报。这个纯小白，他跟万灵山脉里绑架我正道联盟的那些核心弟子的悍匪，很可能……这话要是传开，顺藤摸瓜定会查到我私吞宝物、顶罪演戏的事，绝不能让他再说下去。死透了，神魂都散了。陆长老一向和善，竟当众一掌击杀同门，之前还嘲笑纯小白攀关系，如今看来二人关系真的不一般。我们方才刻意偏袒礼乐，针对纯小白，陆长老定然看在眼里，往后在宗门怕是要被处处针对，大祸临头了。不对啊，我明明只动用了炼气3层力道，礼乐筑基修为，怎么会当场毙命？这是怎么回事？我先前一记封天指封进他丹田，他本就灵力尽失，再挨上一掌，自然扛不住。又是这个混蛋，绝对是这个混蛋在捣鬼！哎呀，陆老哥，你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呢？他罪不至死嘛。不过你这份情谊，小弟我心领了。听说没？有人陷害陆长老的兄弟，当场被陆长老一掌打死了。陆长老一向温和，怎么动这么大肝火？那是纯小白，是陆长老过命交情的兄弟，碰他可不就是捅马蜂窝吗？哎，我好像听说过外门青竹峰有个叫纯小白，跟外门青竹峰云火月关系不一般，好像那个有一腿来着。难怪他能和陆长老称兄道弟。是啊，连云火月那种绝世仙子都能拿下，这纯小白果然不同凡响啊！白师姐，这是韩师兄托我转交的内门之通令，持此令可直接入内门，无需考核。韩师兄，但纯师兄，你别误会，我跟那个韩师兄什么关系都没有。你跟他有没有关系？这事好像跟本大王也没啥关系吧？韩师兄就是前一直在罩着白景儿的那个人，排名前10的榜上大哥，据说一直在外历练，最近才回来。这玩意儿真这么好使？师兄有所不知，知通令千金难求，唯有立下大功或是绝世天才，才能由长老出面向宗主申领。这是准备等白景儿一进内门，就直接生米煮成熟饭，金屋藏娇啊！你妹的，竟然敢打老子3当家的主意！
这可是能直通内门的令牌啊！就这么给毁了？你回去告诉那个什么狗屁韩师兄，白锦儿现在是本大王的人了，让他趁早给老子滚蛋，不然见他一次打他一次！哼！你们各自找修炼室安顿，抓紧提升修为，日后一同入内门，别给我丢人。放心吧，大王，咱们现在身上无论功法还是丹药都多得用不完。别用普通话谢，把手里零食全部拿出来，采购顶尖丹药与上乘功法，最短时间内冲击筑基境。这也太浪费了吧！这个小娘们不仅是个财迷，还是个守财奴啊！你们俩给我记住了，有实力才能守住财富，坐拥金山却没本事拿，一切都是空谈。是，大王。发财喽，发财喽！过来，开干！你妹呀！照这个速度下去，老子搞不好真要破产了。这下可咋整啊？不突破到断藏境，总感觉进了内门有些抬不起头。这些玩意儿总不能当饭吃吧？难不成要连夜出去干他几票？不行不行，突破断藏境保守估计3个亿灵石。之前吸收灵石的时候，就是靠通宝神眼锁定绿光，再用武神诀将其吸收。那是不是连武器也能一起吸了？我操，还真可以！起飞了，起飞了！本大王这次真的要起飞了！希望本大王能一举冲破壁垒，踏入断藏境。天爷给个面子，别坑我了！给本大王破！这是什么气息？这难道是什么天灾不成？这是天劫！这是有人在冲击元婴期！老王，不是你这个老小子在冲击元婴吗？化神天劫范围也不及此，可这威压又远未达到元婴层次，顶多只有金丹水准。难道是他？好小子，竟真的把这条路走通了！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哼，就让那些老家伙看看，武神血脉后人走出一条截然不同的大道。南宫地主，这已经1000年没有这么激动过了。难不成南宫地主又发现了古魔踪迹？已经摸到筑藏境门槛，一只脚踏入境界，只差最后一步便能彻底突破。糟了，资源彻底耗尽，临门一脚断了补给，怎么办？怎么办？这要是卡在这儿，弄不好得卡一辈子。先用这镇山之宝吸一口顶一顶。撑住！引来这旷世天劫的，竟然真的就是这个家伙。这难不成也是师尊所说的缘分？我操，这就是筑藏境，屌炸天了！这入了内门，岂不是要上打宗主，脚踢长老的节奏？你妹的，这搞不好不是简单的雷阵雨，这他娘的是暴风雨啊！不行不行，我这杜甫的房子不结实了，得赶紧找个地方避避雨。你妹的，疏散人群跑路，怎么没人叫本大王一声？我去，他怎么来了？完了，
院子被我毁得一塌糊涂，他该不会是来找我索赔的吧？现在我身无分文，根本赔不起。这个混蛋，杜杰竟然还敢乱跑！元封主，你这要突破元婴，怎么不早说呀？恭喜元封主，贺喜元封主！纯小白天赋太过逆天，炼气竟引动旷世雷劫，消息一旦外泄，必然引来各大势力追杀，绝不能暴露他。索性将此事揽在自己身上，替他遮掩。拜见宗主。火月，这是你的天劫？是。寻常元婴天劫仅10里，天品灵根不过30里，我当年也才50里，他竟引动百里劫云，天赋远胜于我。所有人听令，全速疏散外门弟子，全员撤至500里之外。是。火月，你专心渡劫，其他交给本座。这个混蛋到底想干什么？一头扎进人堆里，难不成想拉着所有人跟他一起陪葬成？浑身发毛，头皮发麻，难道是吸收黑道邪气中招了，还是被有心人盯上了？愣着干什么？快点赶路！执事大人，这天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看着好像不是雷暴雨啊！什么天灾？这是有大人物在渡劫，都别啰嗦了，赶紧跑！什么玩意儿？渡劫？这位长老，啥是渡劫啊？纯师兄，这所谓的渡劫，乃是我们修士逆天而行，获取天地灵气。当修为达到一定高度时，天道便会降下考验，也就是雷劫。看这阵仗，应该是哪位封主在突破元婴期。还好，我才住藏境，对标不过筑基，天劫肯定跟我没关系，吓我一跳。渡劫之人不可随意移动，他还混入人群，沾染数十万生灵气息，天道不断误判加码，雷劫只会越来越强。怎么办？宗主与一众长老的神念牢牢锁定此地，一旦是动身救人，纯小白的秘密就会彻底暴露。这是怎么回事？火月的天赋竟然逆天到了这种地步，可这到底是沾染了什么气息，能让雷劫加码到如此恐怖的程度？这般雷劫一旦落下，整座青云宗外门都会被夷为平地。他根本不知道天劫是冲着他去的，不能再等了。本以为他只是换地方渡劫，万万没想到他直接扎进了人群，他竟完全没察觉天劫是冲着自己来的。这就是大人物渡劫的场面啊！果真壮观，这天劫威压也太吓人了。单单被笼罩就这般难受，亲身渡劫怕是扛不住。混蛋，你想干嘛？还不赶紧准备渡劫？谁？准备渡劫？啥意思？这是你的劫云，你在这儿乱跑什么？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开什么国际玩笑？赶紧跑！这娘们疯了，搞不好大白天的要手撕活人。真是个榆木脑袋，不要命也不能拖带数十万同门陪葬啊！不好了，雷劫要降下来了！我操，这他娘的竟然真是来劈本大王的！完了，本大王要成焦炭了！立刻远离人群。要不找个人来替一下？人越多，引下的雷劫威压就越大。你想死，别拉着整个宗门跟你一起。寻常元婴天劫远不及此，哪怕是化神大能借劫，也造不出这般异象。这根本不是普通雷劫，是传说中的天罚。可这云火月虽然脾气暴躁了点，但也没做过什么天怒人怨的坏事啊。完了！我了个乖乖！难道我纯小白就止步于此了吗？千里雷劫都拿我没办法，妥妥望古奇才。看来这方世界迟早要被本大王踩在脚底下呀！你妹的！你他娘的搞一扇门出来，又不给老子开，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得用武神诀？我操！
本大王果然是个天才！我操，这一层怎么连个灯都没有？嗯，这是几个意思？把本大王关小黑屋？这他娘的不会是纯金的吧？发财了，发大财了！我去，这么沉！走你！我去，什么鬼玩意儿？他妹的，这好像是专门用来锤本大王的！不行不行！本大王平白无故被锤了这么一下，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必须得讨回来！我去，本大王这是被淘汰了，一拳就把老子干出来了，连门都不给开了！你妹的！不会是因为本大王抢了破塔的武器，把他给惹毛了，这才一拳将本大王轰出来的吧？恐怕不是普通的天劫吧？是啊，老身当初渡元婴劫的时候，那雷坑也不过100多米宽，你瞧瞧这个，都快10里了。老夫倒不这么认为，哼，老夫觉得这恐怕是至宝将士。别说，还真有可能。穆宗主，到底是什么日宝啊？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让大家伙开开眼呗！就是啊，穆宗主，你也别把我们这些老家伙当傻子耍。这天劫的威力，明显连元婴劫都够不上。除了至宝将士，我们实在想不出别的了。你们是不是傻子？我不知道。但是，你们要是再敢在我青云宗的地盘上胡说八道，我保证，你们的尸体会比这雷坑凉的还要快。哼，穆宗主，老夫可不是被吓大的。如果不是一宝将士，你倒不如说一说，眼前这10里雷坑到底是怎么造成的？给你们3息时间，立刻给老娘滚，否则格杀勿论。难不成你还想将我们这2万多人全都留在这里不成？2，本大王的运气这是要来了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舔包好时机。在场全是修为高深的宗门大佬，身上法器灵石数不胜数。修仙界发财最快莫过于捡死人财物，比绑票来钱稳妥太多。我去，猛啊，猛得好啊！在场修士最低都是金丹巅峰，我虽说突破铸藏境，可正面硬碰依旧胜算渺茫。你妹的，富贵险中求！传闻果然不假，这人说杀人就杀人。元婴巅峰修为，实战堪比化神初期，真惹急了他。今天在场之人谁都活不了。极品天阶法宝！欺软怕硬，这群投机之辈，终究只是一群贪生怕死之徒罢了。乖乖，这女人血罗刹的名头果然名不虚传。幸好老夫逃命本事同样顶尖，跑得够快。人呢？2万多号人一眨眼全跑光了，合着就剩我一个魔师的。宗主神威盖世，一出手便镇住了这群宵小。正是，若非宗主果决，今日我青云宗怕是要被这些无耻之徒纠缠不休。此人脸悉数太过诡异，锁定视线都探不出修为气息，头戴黑套紧盯尸身，难道是专捡战场死人财物的清道夫？传闻清道夫精通隐宗秘法，混迹战地，盗坟摸尸，踪迹难寻。糟了，那群老家伙跑路太快，导致自己猝不及防，被这个女人给逮个正着。不行，绝对不能赌那个女人眼瞎。我操！元婴瞬移极限不过1里，我全力瞬移也只有5里。此人1步1里，连绵不断。青都手的身法竟然诡异至此。传言青都手沾染晦气，窥探灵府，莫非他盯上了青云宗老祖墓穴？我的妈呀！这个娘们也太猛了吧！修为看着顶多金丹上下，
逃命身法却能甩出元婴巅峰，今日必须要抓到一只，让你们这群见不得光的家伙认识一下我青云宗的厉害。一旦自己的玄力耗尽，就算不被这个老妖婆当场捏死，也非得被她打出屎来。都怪那群老头跑都不打一声招呼。有了，通宝神眼。这老杂毛八成也是来磨尸的，死道友不死贫道，对不住了。这可是几尊元婴真人的尸首啊，其毕生家当不可估量，手痒啊！好的，师尊，您殿后，弟子去搬救兵来支援您。可师尊，这个娘们猛地一劈，你要撑住啊！等我。师尊殿后，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夫被这小王八蛋坑了。那个穆宗主，误会，纯属误会。我和那小子半点不熟，不对，我跟那个家伙压根就不认识。方才我听得清清楚楚，他唤你师尊，隐匿功法同源。没想到你堂堂乌鸦道人，散修联盟666长老，竟然是一个清道夫。他怎么知道老夫真身份是清道夫一派？你以为我傻？难怪刚才一直煽风点火，原来是想制造混乱，好让你们师徒二人里应外合，摸尸发财。师徒？那黑头套小鬼故意喊我师尊，把锅全扣我身上，顺便暴露我清道夫身份。这下消息传开，整个东域都要追杀我。天阶中品自爆！自爆重创了他。现在趁他病要他命！你怎么可能？还有那个小混蛋！我操，这脑壳硬的离谱！